海马斯突袭成功，而弹药库毁于一夜，300万吨物资灰飞烟灭。乌军连环重击，克里米亚 S-400防空系统被炸毁，黑海俄军惨遭重创。红军村方向传捷报，乌克兰清理400多平方公里，收复东北阵地。乌克兰无人机突袭俄境1200公里，科斯托沃炼油厂燃起滔天大火。乌军夜袭扎波罗热，3公里防线被撕开缺口，150名俄军缴械投降。乌军无人艇夜袭黑海，3艘俄军主力舰被炸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轰隆一声巨响，划破夜空，接连而至的连环爆炸照亮了数十公里外的天际，火光腾起，浓烟翻滚。卫星图像上清晰地留下了一个宛如陨石撞击的巨大弹坑。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俄乌战场上的一场真实的火力洗礼。海马斯火箭炮的经典战例，也让弹药储备安全这一看似老旧的议题再次震撼全球。熟悉俄乌冲突的军迷都知道，自海马斯火箭炮被投入战场以来，它几乎成为了俄军后勤线的噩梦制造者。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便是赫尔松州辛卡霍夫卡弹药库袭击事件。当时乌克兰情报系统精准掌握俄军储备位置后，调动海马斯远程火箭炮实施定点打击，第一枚火箭弹便精准命中弹药库的核心区域，瞬间引爆了俄方储存的200枚龙卷风火箭弹及大量炮弹。随后连续的连锁爆炸更波及了50辆油罐车，现场破坏力之强，堪比2020年的贝鲁特港大爆炸。从战术细节看，这次袭击堪称教科书级作战案例。其一在于打击精度，海马斯配备 GPS 制导火箭弹，误差控制在10米以内，能精准穿透伪装与防护层，做到一击必中。其二在于战术时机，乌军选择夜间突袭，在俄军警戒最为松懈的时刻出击，爆炸产生的强光与混乱令俄军救援几乎陷入瘫痪。最终统计显示，袭击造成52名俄军伤亡，大量装备与弹药化为灰烬。尽管俄方事后辩称被击中的仅是化肥仓库，但 CNN 及 Planet Labs 发布的卫星图像证实，现场残骸与爆炸痕迹与弹药储存设施完全吻合。那么问题来了，俄军作为军事强国，为何让弹药库沦为活靶子呢？这正暴露了现代战争的核心弱点，高强度冲突下战略物资集中存放的脆弱性。俄乌冲突爆发3年来，双方都深陷弹药消耗战的泥沼。俄军即便继承了苏联遗留的400万吨炮弹库存，至今也已消耗殆尽，不得不向朝鲜紧急采购152毫米炮弹。而乌军虽依赖北约援助，但其前线每天消耗多达6000发155毫米炮弹，远超北约月产能上限11万至15万发。据2025年8月数据显示，乌军前线炮弹储备仅够支持10天作战。这样的背景下，一座弹药库被摧毁，等同于战略级打击。海马斯的破局能力本质体现了现代战争的2个关键词：精准打击加情报支撑。美国情报网络为乌军提供实时侦察数据，结合海马斯70至300公里的射程，使俄军纵深50公里内的后勤节点无所遁形。更令人头疼的是海马斯独有的打了就跑战术，发射组在完成攻击后可于2分钟内撤离，远快于俄军反炮兵雷达的响应速度。这种闪击模式让其屡次立功，几乎成为俄军后勤梦魇。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事实上早已超越传统意义的军备对抗，
更是一堂深刻的现代战争课程。中国军事专家指出，俄乌战场的经验充分揭示，现代战争比拼的不只是武器性能，更是战略储备的韧性与防护能力。俄罗斯在初期依靠庞大库存取得进展，但随着弹药库屡遭重创，补给线受阻，进攻节奏明显放缓。乌克兰则因储备有限，外援不稳，多次因弹药短缺而错失反攻良机。这两种极端情形都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储备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乌克兰在一周内第二次对黑海与克里米亚海域发动突袭，造成俄方自称的精锐部队重大损失，并击毁了一套 S-400 防空系统。据 Astra 报道，当地时间11月3日夜间，乌克兰海军针对黑海上的希瓦什钻井平台展开突袭。该平台目前被俄军用于驻扎一支自称精锐的特种部队。乌方在行动前进行了周密侦察与摸底，随后趁夜发起突袭。空中的无人机与海上的无人艇同时冲向据点，展开猛烈打击。夜视画面显示，驻守俄军遭受重创，其监视设备与反坦克武器被摧毁，现场多处起火，并伴随剧烈爆炸声。实际上，这些钻井平台的军事化可追溯至2014年俄方占领克里米亚之后。俄军在此后数年将原先的钻井设施改造为军事据点，安置雷达、声纳与电子战设备，用于监视克里米亚及敖德萨海域。乌军接连击毁这些据点，有效削弱了俄军对无人机与导弹的探测能力，从而配合了针对克里米亚的更大规模打击行动。与此同时，在这次行动的前一天，乌军已于克里米亚地区摧毁多项俄军关键设施。据报道，乌军通过2架无人机命中并摧毁了一套 S-400 凯旋防空系统的控制点，导致该套系统失效。除此之外，俄军的 92N61、AORL-EAS 与 P-18 等雷达也在战斗中被击毁。现场影像清晰可见，俄方基地冒出多个火点，周边不断传来巨响，战损情况严重。外界尤其关注的是乌方对克里米亚大桥相关目标的打击行动。亲基辅的游击组织阿特什声称，他们已经确认并拍摄到守卫克里米亚大桥的俄黑海舰队驻地位置，并将具体坐标交给乌克兰军方。从其公开的照片来看，基辅方面能够较为清楚地判断该驻地的兵力部署与驻守情况。阿特什方面声称，这些情报将助力乌克兰策划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整体性袭击，以期瘫痪俄军的后勤与联络枢纽。总体来看，乌军近期在海上与空中采用无人系统与特种力量的协同攻击，正在对俄方在黑海与克里米亚的监视与防御能力造成持续且明显的打击。乌克兰在红军村方向的反攻继续取得进展。据前线消息，乌军近日收复了东北部的新沙霍韦地区，并已清理出超过400平方公里的战区范围。据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11月3日前后，乌克兰第68列兵旅在红军村城内发起全面进攻，几乎所有由俄军控制的城区与据点都遭到乌方的强力打击。与此同时，在红军村东北部，乌克兰的第25突击团成功夺回新沙霍韦一带的失地，并俘获了9名俄军士兵，标志着该方向战线出现重要突破。乌克兰第7空降突击军也在红军村北部阻止了俄方的扩张行动。俄军企图切断罗金斯克公路，从而包围红军村主城区的计划被彻底挫败。与此同时，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亲赴前线，抵达红军村地区，并部署对附近的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的进攻。他在现场表示，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收复188平方公里的失地，并成功清理多达 248.7 平方公里的战区区域。目前乌克兰部队仍在多布罗皮利亚一带持续推进，不断收紧对俄军的包围圈。
舍尔斯基指出，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战斗已有效吸引了俄军的注意力，迫使其难以集中兵力对红军村主城区发动新的攻势。这与此前分析相符，乌军正在通过在多布罗皮利亚的反攻牵制俄军主力，从而策应红军村防线的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也在战区简报中确认，过去2天内俄军在红军村方向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直接驳斥了俄方此前宣称完全占领红军村的说法。泽连斯基强调，目前该地区仍处于激烈拉锯之中，红军村一线集中了俄乌前线近 30% 的交火规模，成为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战场之一。截至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对新局势作出回应。此前俄方曾声称已包围红军村的1万名乌军，但1周多过去后，事实表明此地战斗仍在持续，乌军不仅未被包围，反而多线反攻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还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局部反击，攻势范围正逐步扩大。基辅方面的战略目标是切断俄军在该地区的主要补给线，从而整体上削弱俄方的攻势能力。据悉，这一战区的反击由乌克兰陆军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蒂少将亲自指挥。近期，乌军多名高级将领纷纷抵达前线，显示出基辅方面正加大对东线战区的投入力度，意图在冬季前实现新的突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再度升级。当地时间11月4日夜间，乌军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势，目标直指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克斯托沃炼油厂。这座距离乌克兰本土约1200公里的能源设施，隶属于俄国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公司。袭击造成了大范围火灾与爆炸，现场画面震撼全球。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无人机精准命中炼油厂的油灌区，多处设施被直接击中后发生连锁爆炸。视频显示，克斯托沃地区的夜空被熊熊烈焰照亮，巨大的火球持续喷发，连城市远郊都能清晰看到浓烟与火光。大火持续燃烧至次日清晨，炼油厂上空依旧笼罩着厚重的黑烟。当地居民表示，整夜都能听到连续的爆炸声与警报声。多张来自现场的照片证实，至少有3个大型油罐被彻底摧毁，厂区的管道和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这座位于俄罗斯内陆深处的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1200公里，标志着乌军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能力再度提升。此次攻击不仅令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系统受创，也凸显出乌克兰在深度打击战略上的突破。与此同时，伏尔加格勒的布洛夫斯卡亚变电站同样在当夜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爆炸导致当地部分地区陷入停电状态。近期，乌克兰空军与情报部队逐步将目标锁定在俄方电力与能源基础设施上，意图通过系统性打击削弱俄军的补给与工业运转能力。在乌东战线，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也于11月3日晚突袭了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军事基地。行动地点位于多夫赞斯克附近，乌方部队精准摧毁了俄军的弹药库和燃料库，引发多次2次爆炸。该行动直接干扰了俄方的后勤供应，打乱了其在该地区的兵力调配与补给计划。国际层面上，欧盟继续对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欧盟委员会宣布，根据乌克兰援助计划，已批准向基辅发放第5笔援助金，总额达 13.5 亿欧元，并额外拨付6亿欧元。这笔资金被视为乌克兰融入欧盟进程的重要一步。随着正式入盟谈判的开启，基辅方面也需在政治与制度层面进一步与欧洲标准接轨。此外，波兰方面也传出新消息，当地警方逮捕了一名反乌克兰的博主彼得，他被控涉及多项罪名，包括发表暴力威胁言论并公开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波兰总理图斯克对此警告称，境内正出现一股危险的反乌克兰思潮，而这背后的舆论操纵迹象指向莫斯科。从远程打击到前线突袭，从能源战到舆论战，
乌克兰正在多线出击。科斯托沃大火与卢甘斯克爆炸，标志着乌军已将战争触角深入俄罗斯腹地，俄方的能源与军事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扎波罗热战场传来震撼消息，乌克兰突击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起闪电攻势，仅用36小时就撕开俄军王牌第58集团军的坚固防线，向前推进3公里，一口气收复5座村庄，当场俘虏150名俄军士兵，连敌军军旗都成了战利品。前线视频中，战俘列队走出掩体举手投降的画面，瞬间引爆全网。这场代号利刃穿刺的突袭被称为现代战争的战术教科书。乌军首先出动上百架 FPV 无人机组成空中蜂群，饱和攻击俄军电子战设备和前沿火力点，瘫痪其指挥通讯。紧接着，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精准点穴，将俄军后方3座弹药库与2个指挥所炸成火海，彻底切断补给命脉。俄军电台里全是呼救声，有的喊被包围了要弹药，有的哭求快派援兵，但后方只传回死守的命令。乌军第24突击营士兵在视频中透露，当装甲部队沿着土路冲破缺口时，不少俄军士兵已弹尽粮绝，根本无力抵抗。现场遗留的俄军背包里还有没吃完的黑面包，部分战俘坦言已经3天没收到补给。从村民拍摄的画面能看到，溃败的俄军跑得比兔子还快，不仅留下了满仓库的罐头和子弹，还有12辆履带断裂的坦克与装甲车，炮口朝天的模样格外狼狈。乌军士兵踩着缴获的俄军军靴，举着敌方军旗调侃感谢普京送来的大礼包。这军旗挂在战壕里真显眼。更让俄军颜面尽失的是，一架赶来支援的苏25攻击机刚进入战场，就被乌军毒刺导弹凌空击落。飞行员弹射后摔在麦田里，险些被自家民兵误伤，最终被乌军俘虏救治。这段画面被传到社交平台后，连俄罗斯博主都忍不住评论丢人至极。此次突破的战略价值远超战场本身。被收复的5座村庄位于扎波罗热南线补给枢纽，乌军控制这里后，不仅将俄军赫尔松前线部队的后勤通道拦腰切断，还让梅利托波尔的俄军后勤基地直接暴露在炮火覆盖范围内。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这3公里的突破相当于在俄军南线防线上插入一把尖刀，可能引发连锁溃败。战场之外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普京在莫斯科得知消息后，怒斥第58集团军司令无能，当即下令将其撤职调查，并急调预备队驰援。然而预备队尚未抵达前线，车队就遭到乌军无人机持续袭扰，油料车被击中趴窝，士兵被迫躲进玉米地，成为乌军的活靶子。据前线战报，仅1天就有20余辆装甲车被摧毁。随着战线推进，西方军援同步加速。德国新批的豹 2A8 坦克已经开进刚收复的村庄，美国追加的 GLSDB 小直径炸弹精准度高达2米，已投入实战测试。欧盟也宣布追加200亿欧元援助，连此前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都未提出反对。夜晚的扎波罗热乡村重新亮起灯光，乌军工程兵连夜排雷，电网公司迅速修复输电线路，5座村庄同时恢复供电。村民窗前的蓝黄国旗连成一片蓝色星河，一位老人对着镜头哽咽着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不用再听俄军大炮的轰鸣了。”目前，乌军已在新防线修建起坦克壕、无人机巢和反坦克沟，3天内筑起铁桶阵，成功击退俄军3次反扑。被俘的150名俄军士兵中，包含3名军官，已成为乌方后续战俘交换的重要筹码。俄乌谈判团队正紧急接触，新一轮人道主义换俘磋商即将启动。扎波罗热的炮火仍未平息，乌军情报部放出狠话，下一步目标自己猜，反正我们说了算。这场攻防博弈的转折点或许才刚刚开始。莫斯科号的悲剧尚未远去，黑海上空又一次燃起了怒火。俄罗斯黑海舰队
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当地时间深夜，杰姆留克湾原本平静的海面被连环爆炸声撕裂，火光映红天际。乌克兰情报总局联合代号幽灵的特种作战部队，发动了一场精确到秒的闪电突袭。多艘高速无人艇以惊人的78公里时速撕开夜幕，如利刃般直插目标，最终将3艘俄罗斯216-31型步阳 M 级导弹护卫舰送入海底。这场行动不仅是一场胜利，更彻底改写了俄乌战场的海上作战规则。从乌军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非对称战争教科书。行动开始前，乌军先派出一支无人机群，对俄舰的雷达系统实施强力电子干扰。密集的电磁信号让俄军瞬间失明失聪，铠甲防空系统和舰载近防炮全部陷入瘫痪。随后，这些无人机转化为自杀式打击单元，精准摧毁近防炮和通信桅杆，为无人艇的突袭打开缺口。当俄舰仍在混乱中试图复位雷达时，搭载高爆炸药的无人艇已突破防线，锁定舰体吃水线和导弹舱位置，连续数次撞击引发剧烈讯爆。海面被冲天火光吞没，舰体迅速倾斜，巨大的铁灰色身影最终没入黑暗的海底。被击沉的步阳 M 级护卫舰是俄黑海舰队的重要中坚力量，虽仅949吨满载排水量，却装备了8连装口径 MK 巡航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正是这些导弹曾多次对乌克兰全境发动远程轰炸。该舰还配有100毫米舰炮和 AK-630近防炮系统，具备反舰、防空、对岸打击的多重能力。俄军将其部署在杰姆留克湾，目的就是封锁乌军的海上补给线，并为克里米亚半岛提供火力支援。如今3艘舰艇同时沉没，黑海舰队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损失近30%，其远程打击能力面临断崖式下滑。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乌克兰的无人艇无疑是战场新物种的代表。它们长仅5至7米，造价约25万美元，不及俄方护卫舰成本的1/1000，却能携带320公斤的高爆炸药，以星链卫星通信为支撑，实现远程操控与精准导航。自主识别系统使其能在复杂海况中自动锁定目标，具备智能猎杀能力。正如乌军工程师所言，我们不是在造舰，而是在造猎手。在这场以小博大的较量中，这些无人艇真正让蚊子咬死大象成为现实。这场袭击背后反映的是俄乌战场生态的根本变化。自莫斯科号被击沉以来，俄方虽多次宣称强化舰队防空体系，但现实再次证明，在面对智能化无人装备时，俄军的传统防御系统仍力不从心。铠甲系统反应迟钝，火控链条延迟，电子战干扰易受制约，几乎成为乌军精准打击的靶标。而乌克兰方面通过无人机干扰加无人艇突击的双层战术，将科技优势转化为毁灭性战果，完美避开了与俄军常规火力硬碰硬的陷阱。国际社会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美国与欧盟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乌克兰维护黑海航行安全与自由。自2024年7月俄罗斯单方面退出黑海粮食协议以来，乌克兰粮食出口航线屡遭封锁。此次突袭无疑是一次强硬的军事回应。军事专家指出，这3艘护卫舰的损失意味着俄军在黑海西部的威慑力遭到重创，其封锁乌克兰出海口的计划几乎宣告失败。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